杀！杀！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视频啊，是网絡上一个大学生在課堂上情緒失控的一段視頻哈。這個同學啊，現在已經被網友起名叫沙哥哈，因為在這段視頻中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他用非常憤怒又克制的那個語氣喊出"殺殺殺"幾個字。無獨有偶啊，一段2年前的視頻啊，類似的視頻也現在被廣泛在網上進行傳播，就是一個男同學男扮女裝，然後他闖入了女浴室，恰好被他的同班女同學給發現，給抓出來了。是男的，你太過分了，你知道嗎？來，阿姨知道為什麼認識他嗎？他是我同學。來，我打電話給我們老闆。你怎麼敢這樣的？我他媽跟你同學，我他媽都丟臉。這個男生當場還辯解說啊，說是給他的對象拿東西。女生也站在外面，她知道我在外面給我對象發消息，我在這站半天，我沒進去。我站着，我在錄視頻，我就從裡面把你抓出來的。我給我對象拿那個。那如果沒看到你說的走進去了嗎？你看這孩子，他已經進去了，我就是看孩子進去了，我當時站正經，因為我不確定是不是他，然後我到裡面了之後發現就是他，你們那是我同學，你知道嗎？我當時真的丟臉。注意啊，這可是一個有女朋友的人，你看他還幹這樣的事兒哈。這兩件事兒表面上看性質不太一樣，一個呢好像是暴力失控，一個是畸形的偷窺行為。但我覺得其實他們背後的根子啊是一回事兒。今天我們就來統一聊一聊啊。先說沙哥這個事兒啊，這個事情的經過啊，現在網上已經傳開了哈。就理一下，就是在上海第二工業大學這位沙哥同學呢上課遲到了，然後教室的後排也沒位子，老師呢就讓他坐在第一排，他說坐不了啊，他就坐到了第二排。過了沒多久之後，就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老師走過來叫他一句，說上課不要睡覺。他這一句話呀，就把他整個人給點炸了。他就直接衝出了教室，把走廊裡那些消防滅火器啊就拎起來了，然後對着門和設施一頓猛砸，然後又推開教室門就衝進來質問老師啊，你為什麼要折我的面子？我睡覺，這就完了嗎？我還不能睡，你說你一進來是不是趴在桌上？行啊，我應該謝謝。我應該謝謝你，我以後我也再不說你了。你愛來上課不來都可以，好不好？你是大爺。是你先把我的面子給丟光了。我怎麼把你的面子給丟光了？我好心介紹個位置給你坐，你說這個地方不坐，然後我說那個位置也有位置，你說就讓你。咋考進大學的？還我把你的面子給丟光了，你現在把我的面子給丟光了。你要報警就報吧，啊！我倒要看着誰說的不是。我說不過你，你厲害，好不好？我也不該說你，好不好？我跟你說對不起，好不好？以後你想怎麼着怎麼着 ，OK？ 現在我還繼續上課，如果你不想上，你可以出去，行吧？我惹不起你，我還躲不起嗎？想上課你就坐在位置上面，不想上課請出去，好吧？有什麼意見你可以去跟辅導員溝通。想也說，上個睡覺我以後把我趕下座位。我沒有說這話。你全班坐，你全班人可以作證。我有沒有趕他出去？沒有。不，就單單說趕上座位嘛。什麼把你趕上座位啊？這樣說會確切。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第一次遇到比小时候还不会说话的人。还是那句話，你想上課你就坐到位上去，你不想上課請出去，好不好？我講理是吧？我不給你講理，我覺得跟你講不出道理，我也不想講理，我也講不過你，好不好？我也覺得沒關係。我上我的課，你願意聽你就聽，你不願意聽就可以不聽。我今天只是說提醒一下你，我覺得我做錯了，我不應該提醒你，好不好？我向你道歉，行吧？可以吧？最討厭的就是事後道歉。那你想怎麼樣的？那你想怎麼樣的？請冷靜，好不好？所以上不下去了。其實這麼說吧，你說吧，聽你講，大家都聽。要不是你向我道歉，我給你道歉，你錯了，是吧？事實如果也真的沒有道歉的話，我剛才有些話也不該說。如果你沒有勸我冷靜下來，或者什麼，我也可以。你冷靜下來好吧？我這課也上不下去了，我現在也很怕，我非常害怕。你把該輔導員做了嗎？做過了。行吧，今天就上到這裡，我也上不下去了。所以你想把我的問題轉嫁到其他人身上是嗎？沒有啊，我現在心情我平靜不下來，所以我現在這個課我也上不下去了，我沒有轉嫁其他人，我找我自己的問題。這就是你所謂的集體。那我這個還要繼續上了，那我現在下課也不行了，是吧？是這個意思？那你到底想怎麼樣呢？你在這裡我也沒辦法上課，是不是？那我就覺得這課先不上了。但是我現在不上了又不行了。繼續講你的。我走。這個老師啊，我估計當時他看到這位男同學當時的反應，他也是有點懵啊，但是他全程表現的還是比較冷靜啊。
他可以说是沒有非常的針鋒相對啊，語氣呢就比較平緩，然後他還說哇，我叫醒你了，我道歉等等一些和緩的語氣啊。我覺得這老師這麼做是對的，因為這個同學這麼激怒哈，顯然就是他的這個性格也好，咱不能說有問題，反正就是明顯肯定跟正常人不太一樣。這個時候你肯定是不能說去跟他針鋒相對、互罵、激怒他，那你更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情來嘛。所以這個時候就得避其鋒芒，特別冷靜，甚至還給這個學生道歉。反正我覺得老師這麼做確實應該這樣。一可能是嚇懵了，二確實也是對這種有點偏執型的人，我覺得真得是這樣，就不要硬碰硬的。然後這位同學不認可啊，這個道歉，他說他最討厭的就是事後道歉，然後還說了殺，而且這個殺的說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視頻中啊，他是懷有那種非常大的那種憤怒的心理哈，你可以看得出來，隔着屏幕都能看出来。然後這老師啊，後来就說他心力憔悴了，這節課就這樣吧，就先下課。然後這個男同學呢走到門口，然後又折返回來，又說你是要把我們的矛盾轉嫁到其他同學身上嗎？這就是你說的集體榮譽。可以說他說的每一這個字啊，都是懷有那種氣憤和憤怒的情緒在裡面。其實我不太同意你剛才講的啊，就說這個老師做的比較對啊。其實從老師的那個好像比較對的那個話裡面，其實你會看到他背後都有一些針對性。其實他還是在針對這個同學在做一些輸出，就有點像你的家長對你說我這是為你好啊，這只是表面上的語重心長和沒有針鋒相對，其實啊還是在針鋒相對。就包括很多網友也說這個老師很冷靜了，很穩了，道歉了，處理的挺好。但我認為其實老師的話，其實他在過程中還是在刺激這個沙同學哈。那你說老師到底要咋說才行啊？對啊，你看我後面會講啊。就其實這個老師他沒有把沙哥看成一個心理有問題的人，這個沙哥其實這種表現明顯就是心理有問題了，你不能把他当成一個正常人來看了啊！就是其實很多大學老師包括家長他就沒有這個意識，那不就會互相吵了嗎？那如果當成正常人老師就會說不得了啊，你反了，只是讓你上課不要睡覺，你幹嘛對我？那其實他如果把他當成一個心理有疾病的人，他可以有更好的處理方法。但我認為這個老師當時現場的反應還是把他當成了一個就是懶啊、不愛學習啊、自暴自棄啊，然後情緒激動的這麼一個同學。在這個過程中啊，還在不斷的問他啊，就是你還要怎樣呢？我已經道歉了，你還要怎樣呢？就類似這樣的話，其實這是還是在拱啊，就对一個心理不正常的人。他就是在拱火嘛，虽然看似溫柔，但是啊，其實還是在刺激。這個老師其實最應該做的就是怎麼說，就是安撫他。是不是就少說話，就說啊，不好意思，吵醒你了，你接着睡，或者說你先回寢室睡，就少說一點。反正少說一點，這肯定是對的，就是要安撫順着他，然後不要在這個公開場合去讓他有一種覺得折了面子啊，或者等等一些會引起刺激他情緒的一些事情，然后後面呢，再和这個比如他的輔導員等等一些其他的有心理輔導能力的老師來進行給他做一些心理按摩呀，然後引導等等去找一些問題，而不是說在課堂上還是不斷的跟他道歉，還問你想怎樣等等哈，這其實還是站在他的對立面，雖然你的語氣是平和的。當然也有人說啊，說他只是一個老師嘛啊，你看他講的，你看這堂課他講的是關於電池的一個知識，也就是說他是一個專業課的理工科的老師，他懂什麼心理輔導啊？他有沒有義務去幹這個事兒啊？其實我真不這麼認為啊，因為現在中國的大學生可以說有相當一部分群體是存在心理問題的。其實現在的高校的老師他應該具備一個基本的常識和技能，就是說如果在課堂上遇到這種心理狀況出問題的學生應該如何應對啊？不會出現更為不可收拾的局面。這後面我會具體講。就是說現在的這些大學老師群體，其實他們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培訓。校方呢後來也出來回應了哈，就證實啊，這名同學是從高中時期就存在心理的問題，有長期服用藥物的這個治療史，進入大學之後又疊加了大肆的重修、學業壓力的因素等等，導致了這次的徹底崩潰。校方也表示啊，會聯動家長和專業機構繼續治療啊，應該不會出現這個惡性的事件。那麼問題就來了，一個從高中就有心理問題，一直在吃藥的這個學生啊，他進了大學之後又欠了100多個學分，現在網傳啊說他欠了100多個學分，那這個過程是怎麼一步步就走到今天的？是從掛5科就開始，還是從掛10科開始的？就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其實有非常多的機會，就包括他的輔導員
家長啊，還有就是學校應該有專門的老師去給他做心理上的輔導，也去認真的去問他一些問題，比如說你現在怎麼樣啦？家裡有什麼事兒嗎？有什麼問題需要幫你解決嗎？等等哈，各種，而且不應該把他和其他同學放在同一個宿舍裡去居住了。當然，咱不是說這個學校一定沒管啊，也許這學校也走了流程，比如約談過，也發了通知，也跟家長交談過，跟學生聊過啊，這整個過程都有。但是啊，咱從結果上來看，哎，這些的管呢都沒有真正的處答這個人的問題，也沒有解決他的問題。這個視頻發出來之後啊，在網上就鋪天蓋地的傳嘛，然後就有評論區陸續有他的網友啊和他周邊的知情人也發言了。有人說他欠了整整100個學分啊，注意啊，這可不是掛了幾科啊，是100學分。你想，大學本科4年，100學分可能意味着幾十科那麼掛科，大家就自己算一下。還有人說呢，他自理能力是有問題的，生活習慣也非常差。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他室友啊，就在評論區说啊，说我是他的室友啊，今天已經給他分過零食了啊，就有點害怕了，就想盡快搬離。然後他這個室友自己也說啊，就想搬走，因為啊，就讓他想起了馬加爵。這馬加爵是誰？大家可能還知道哈，就2004年一位雲南大學的學生，因為打牌呢被室友懷疑作弊，爭執之後啊，後來就把4個室友全部殺了。當然了，這肯定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之前呢，他們肯定有一些問題和矛盾哈。當時啊，那可是震驚全國的案件了。所以這個室友啊，看到沙哥的這個狀態啊，有這種聯想啊，客觀來說也是非常正常的。然後咱們再來說說那個2年前淮北师範大學這個男生這個事件，就2024年的11月15日的晚上，那是一個星期五哈，很多同學呢就去學校的澡堂洗澡嘛。然後這個男生啊，頭紮了2條麻花辮，戴着粉色的蝴蝶結發卡，還穿着灰色的衛衣啊、牛仔褲和白色運動鞋，還化了妝，戴了女款的這個金絲眼鏡。他那身高呢看起來也不高哈，所以呢跟旁邊的女生呢，還有那個宿管阿姨看起来都差不多。從背影上看，還真的難辨真假。就包括一開始我看那個視頻的時候，我都沒有看出，從正面看和側面看，我都沒有看出他是個男同學，直到他說話為止哈。視頻裡面就有一個女同學就指責啊，說他溜進了女浴室，而且這個女同學還是他同班同學啊。如果不是同班同學啊，都認不出來啊，就是因為認識他，所以發現了。這個女同學當時也非常激動啊，她聲音她是都在發抖啊。她說她當時以為只是她的愛好，沒想到她竟然敢進女澡堂。她是我的同班同學，我都丟臉，我手都在發抖啊！但我得鎮定，我得把她抓出来。女生也在外面，她知道我在外面给我对象发消息，我在這站半天，我沒進去。你沒進去，我這都有視頻，我就從裡面把你抓出來的。我給我對象拿那個。那如果沒看到你說你走進去了嗎？你看這孩子，他已經進去了，我就是看孩子進去了，我當時震驚，因為我不確定是不是他，然後我到裡面了之後發現就是他，因為他是我同學，你知道嗎？我當時真的丟臉。我那個吹頭髮的地方沒進去。那吹頭髮那地方，對啊，那個有連個簾子，然後呢沒那個。進門就進去了，進人家洗手那個進門就進去了。你說在吹头了嗎？你看你还没進去嗎？吹头的地方怎么这麼辦？那這樣吧，我們找警察，這麼多學生也不太好，該怎麼樣就怎麼樣。肯定不是一次幹了。那找監控，近30天的這邊的要有我一次，我今天我。大哥，你傻逼吧？這他媽怎麼可能有監控啊？這天進去了，這是他。前到保衛處，我們先到保衛處。是男的，你太過分了，你知道嗎？來，這個。阿姨知道為什麼認識他嗎？他是我同學。來，我打電話給我們老闆。你怎麼敢這樣的？我他媽跟你同學，我他媽都丟臉。你拿我的手機，我打電話給我領導，媽的，我都氣發抖。給我領導來打電話給我。你別生氣。啊，我你這不，我都拿我的電話，我搞不。好。把我的手機拿來。我的手機在桌上，我他媽要不是跟他是同學，我他媽也認不出來。你太過分了，是不是用手機拍了？把手机拿出來。你要是拍你都做的错，我来我。你他妈敢进女浴室，你怎麼想的？那你真看不出來，你上哪能看出来？你看这。他
他是我同学。啊，你电话保证了，知道。有你别都你报警了吗？哎呀妈呀，吓死我！我听。你们太不要脸了吧，你个畜生！好的，会好了。会解决的。是不是还没关系？我不走，我就在这。好了。哎，我都吓得我这可分开了。你看，你。出来一下。哎呦，我真没想到我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我当时很震惊，我的手都发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得把他给抓起来。往上面，哎，这有个男生扮成女的。来，你过来。那太变态了吧？真的会这么做吗？你过来一下。我一直都以为，扮演成女生。我都以为这只是网络上发生的事情。听我说，我现在不走，我先打电话，就站在这，那么多人我也不走，你别拉着我。我打电话，放心吧，我不走，那么多人看着，我对象。别走了，我不走，我站这边。我拿那个，我真没想到。我来早上给你拿东西的时候，然后他妈真变态！我跟他一个班，我他妈都丢脸。所以你们应该是一个导员对吗？对，我们是一个导员。那这件事情先把这些证据、拍照都留好了，对吧？那我们就把它我只知道他叫什么呢？他叫齐路文，我只知道他在班里喜欢男扮女装，我当时以为他只是他的爱好，没想到他竟然敢男扮女装进澡堂。不是，你先別激動，第一個。我當時以為他只是他的愛好，沒想到他竟然敢男扮女裝進澡堂。不是，你先別激動，第一個我。我打電話給我們老闆。你快起來！你怎麼敢這樣的？我他媽跟你同學，我他媽都丟臉！拿我的手機打電話給我領導，媽的我都氣炸了！給我領導來打電話就給你。你快生氣，哎呀！最覺得丟臉的應該是他的女朋友，怎麼找了這麼一個？我當時也是這感覺，就我估計他對象如果看到現場這個情況，估計當時也不敢站出來了哈。另外，你看他這句話說，以為只是他的愛好，也就是說，在班裡面他男扮女裝這件事兒，應該是同學是之前是知道的，甚至呢可能已經當成他的個人癖好，也沒太在意，沒想到會走到今天這一步。這個男生在當場呢，他也做了一些自辯啊，他說是給我對象拿東西，沒有進去。然後這個女生就直接反駁了哈，說你進去了啊，我是從裡面把你抓出來的。隨後呢就情緒還崩潰大哭了哈。當然他是否在裡面，然後在裡面怎麼被抓出來這一段哈，視頻裡沒有，就沒有拍下來，是在外面他們爭吵之後才有人拍下來。這個事件出來之後，也是網上各種紛紜的說法，有人說身上帶了1部手機，有人說帶了3部手機，偷拍了300張圖片。然後校方呢，保衛處後來專門也出來闢謠了，說偷拍300張圖片，那純粹是造謠啊，說他身上只有1部手機，外加1把鑰匙和1張校園卡，當時呢就被派出所帶走了。那至於這部手機裡面到底有沒有偷拍內容啊，警方說不便透露啊。如果沒有的話，你說警察大大方方就說沒有偷拍。人家就是帶了一個個人手機進去啊，當然這只能是推測啊，畢竟沒有證據。就還有一個細節，就是他是一個延遲畢業生，也就是說他是2020年入學，本來呢就應該畢業了啊。當時認出他的這個女同學也是他的同班同學，你說巧不巧？就倆人都留級了，然後還都在學校就讀，所以啊，這個女同學才能認出來，其他人就根本就不認識他。也就是說啊，除了這個女同學，她幾乎沒有同級的女同學。所以很難被認出來啊。那這個事件當時發酵之後啊，校方是要求學生呢就不要技術傳播了，
說這個人呢已經進了公安机關了，然后後續的處理結果呢也沒有正式的公開通報啊，也不得而知。那我覺得校方可能覺得這件事兒啊，畢竟沒有對其他人造成實質性的傷害啊，雖然在心理上肯定是有影響的啊，對那些女同學，但是呢，畢竟這是一個大學生也不容易啊，那就還是把這個事情呢，應該是大事化小了。那這個沙哥事件和浴室事件，我為什么要把他們倆聯繫在一起來講呢？你看，一個是情緒性的崩潰和暴力發洩，一個呢應該屬於這個性衝動壓抑下的激情行為，性質呢確實不太一樣，但其實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啊，就沒有人在他們走偏的這過程中把他們接住啊，這不是說給他們開脫哈。你看，就那個進浴室的，他明顯比這個沙哥可能要更惡劣一些，因為沙哥應該是心理問題更嚴重哈。這個人呢，他的行為已經是侵犯了別人了，他應該負相應的責任。但我的意思啊，其實在這兩件事發生之前，其實都是學校也好，家长也好，都是有一些機會啊，本來可以介入、可以幫助的。就尤其是這個沙哥，你像中國大陸的大學生群體啊，其實他們處於一個比較特殊的處境，他們在進入大學之前，基本上就是一種巨嬰式的高壓生活。你看，每天就是刷题、刷题、刷题。人際關係啊、情感啊、慾望啊、挫折呀，還有包括理想啊，還有性這些東西啊，這高中根本就沒有空搭理，也沒有人教。然後呢，就突然把他們就扔到大學裡去了。然後進入大學是個什麼狀態？時間自由了，空間自由了，沒人管了，還有一定的經濟自由，是吧？就是家長會給他們一些錢嘛，生活費嘛。所以你想，這麼一群渾身荷爾蒙湧動，對自己的情緒和慾望完全沒有認識框架的這麼一些年輕人，然後又被憋了3年多啊，就這麼突然被猛虎出籠放出來，你想這個階段他不出問題呢，才奇怪呢。而且大家可以發現啊，你看在現在互聯網時代，手機到處都有攝像頭的時代，被暴露光出來的這些問題的這個比例其實已經不算高了。所以按理啊，這些年輕人他們其實我觉得心理狀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問題。大學啊，其實應該有責任和有義務去幫他們進行梳理。我就接下來談談這個大學裡面應該補的一課哈，就是大學教育現在真是缺位啊。就中國大陸的高考在公平性上肯定是比如美國那些藤校那套体系要公平不少哈，因為考試大家知道，考試就是意味着公平嘛。在你看美国藤校那個系統裡面啊，那面試啊往往也是走個過场。你看昨天咱俩看那個美劇《掩耳盜鈴》那裡面是吧？男主角呢，他女兒去普林斯頓面試啊，當着面試官的面就直接說啊，咱們都知道這就是個過场，因為你看我父母都是普林斯頓的，然後赤裸裸的就把這個潛規則給點穿了，還說啊，你看我為什麼我父母一直在捐款，不就是為了保障子女，然後我就想我啊，直接走個過场就可以進普林斯頓嘛哈。那你看中國的高考呢，至少呢它是按分數來的，靠關係的空間呢肯定有，但是相对会小一些。但高考的代價就是把学生啊这10幾年的精力全部壓縮在這個考試上了。那進了大學之後，就像我前面講的，就真的就是一個空檔期啊。這個階段輔導員的角色其實就非常重要了。但是大家看看實際情況，就包括我們倆哈，就經歷過的，這輔導員其實沒有發揮什麼作用。很多輔導員的工作就是在大一的時候，然後發通知啊，組織活動啊等等哈，真正坐下來和學生談心理啊，或者關注問題學生呢，其實非常少。就感覺輔導員只是幹了一個最基礎的一個行政的工作吧，我覺得。對，就不是說輔導員他們可能不想做這個事兒啊，就我覺得就是沒有意識，而且這個角色從一開始呢就沒有被定位成包括對學生這個心理上的一些支持者。還有一件事兒，就是學校特別回避，就是性教育。高中不會教，進入大學也沒教啊，基本上沒有，就是全靠學生們自己去摸索呀。你想，一幫荷爾蒙衝動的學生在摸索這件事兒，然後偶爾有1、2節課，這個生理衛生課也都是浮皮潦草，然後完成任務似的，老師都不太好意思申講哈。上這種課呢，對老師有時候也是一種折磨哈。但是你想，對這些20歲上下的年輕人來說，對性的那種渴望和困惑，那絕對是真實存在的，壓得住一時，壓不住一世。就像大禹治水一樣，你得去疏導啊，這才是正道。那一味的堵，或者是說啊忽略、忽視啊，大家都閉口不談，那最後對一些個別把控不住自己的就是決堤啊。那個扎着馬尾混進浴室的這個男生，你看他還有女朋友呢，他還要做這樣的事兒，就說明他內心某種強烈的衝動呢，就是還沒有找到完全的出口啊。當然這肯定是自己是有問題。他有女朋友，還對其他的女生有一種覬覦，然後他就找到了這麼個錯誤的出口。你要說他心理正常嗎？他肯定是個心理有點變態。
但你要说因为他心理有問題就可以成為變態的一個理由嘛？那肯定也不對。所以你看，如果要是能在更早的時候能夠介入這些青年人的一些心理上關於性的一些問題的一些梳理哈，那有一部分人最起碼他應該就不會走到那個變態那一步。回到沙哥這裡也是一樣，他從高中就有心理的問題一直在吃藥，這校方自己都證實了嘛。那他進入大學之後，輔導員有沒有知道這件事兒？有沒有更多的去幫助他心理上的問題有沒有定期跟進他的狀態？然後你看他從欠5學分到欠50學分，再到100學分這過程中，那有沒有人真正的好好幫他？就說你現在怎麼能幫到你跟他進行心理上疏導，跟家長一起制定一個規劃和計劃來幫助他呀？我覺得在他這個到100學分的這種虧欠的過程中，這種對話一定是很少的。大學裡就是應該建立起這種關係的機制但是現在很顯然是缺位的，而尤其是針對中國這麼多的高考學生，在經歷了這麼多嚴酷的訓練之後，然後突然放出牢籠的這樣一個狀態，應該格外的關注另外，咱們再談談東亞式教育其實還有一點反直覺的東西。就按理說呀，你看這麼高的學業壓力，這麼欠缺的心理教育中國大陸出現嚴重心理問題的年輕人比例應該很高才對就我前面講了嘛，這不怎麼看着還挺低呢但實際上就從數據上來看確實不高尤其是跟西方發達國家比，那絕對是低的。那為什麼呢？我覺得很重要一個原因就是其實你看東亞式的教育，它是給人提供了一套現成的人生腳本的。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先想清楚我為什麼活着，我的價值在哪裡這些終極問題你不用想你就好好學習，考個好大學，找份好工作，結婚生子，孝順父母，這條路都已經給你鋪好了，你只需要順着走就行了，就其實挺省心的。而且這套腳本呢，客觀來說也算是從小到大浸淫給你的就是一直用周邊的這種耳濡目染，對，就你可能不太喜歡但是呢，它有一個好處，就是給人提供了一種穩定和安全感。就大家都這麼走，我也這麼走，我隨大溜，我不容易迷失，所以跑偏的比較少。對，像歐北的話，就感覺那種太自由散漫，或就什麼樣人都有，那可真是对，所以變態會多一些。對，心理有問題的人也會多，當然也跟他們重視心理問題有關就是他心裡有一些問題，馬上就會找心理醫生等等再來看看中國這個輿論環境也是就負面信息傳播它是受限制的嘛，大家知道就是整體的氛圍偏向正向的灌輸，就是說有些負面的東西它有一個往正向去給你解讀，正能量嘛這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有一種類似於心理按摩的效果，就你能看到的基本都是積極的東西，什麼絕望的呀、極端的信息很快就會消失不見，而且你能看到的也往往也是說國外嘛，國外是很絕望、很極端相比之下你更應該感到幸福不過我想到一點，就是相比較說這種有點偏往變態那個方向走的。這種可能概率比較少，但是現在有一個什麼現象呢？就是顯著提升的。現在很多這個青少年，中國的就他們因為學業的壓力很大，然後導致了這個焦慮什麼抑鬱這個比例好像是顯著增長的。如果就把同樣的學業和就業壓力就剛才你講這個，現在中國大陸現在出問題的學生也很多嘛，但是如果你要放在一個沒有這套東亞這套敘事腳本的人生腳本的社會裡，比如說美國那心理問題的發生比例肯定是中國的幾倍。其實美國大學生，你看他沒有那麼大的高考壓力，他們整個的成長過程中呢，其實也是半社會化的，不像中國基本就是為了圍繞考試。但是你看美國大學生這個抑鬱率焦慮的這個比例其實也非常高，甚至還發生了用槍解決問題的這些極端案例，而且還每過幾年就有這麼一起甚至現在美國的高中和大學都有一些躲避槍擊案的一些教室和安全門等等但東亞這套腳本的副作用呢也有就是本身也是挺脆弱的，就是有的人一旦偏離了這套腳本，比如像這位沙哥，他掛科了，而且掛的很多，那在同質化這個路上他就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他就非常容易陷入崩潰，因為他的整個價值體系本來都沿着這條道走下去才是對的這個基礎，但一旦他走不下去了，他沒有備用方案也沒有人告訴他引導他偏離這條路，人生還有別的方法那如果他找不到出路，他就會非常的憤怒迷茫，然後在心理問題就會出問題的概率就會非常高。最後我們再談談抑鬱症其實之前中國大陸關於抑鬱症的人的了解的還是比較少的這些年其實進步了很多主要就是崔永元其實他做了很多普及工作，因為他自己又有抑鬱症嘛，他又是個名人。
现在大多數人已經不會簡單的把抑鬱症患者說成是矯情啊，或者是想太多呀，或者沒事找事兒啊。可以說對抑鬱症已經有了一個科學方面的認知，就可能是心理啊、生理以及包括激素方面的一個變化。但是總體上來講，對於心理問題的認知，其實還是應該再進一步的提高。比如說，很多家長對於一些孩子在情緒上出問題，那家長和老師往往第一反應啊，就像這個沙哥那個課堂上那個老師，就是說管教一下或者糾正一下，而不是說以一個這個人需要幫助，他情緒是有問題的啊。無論是這個沙哥，還是那個男扮女裝的男同學，還是那些心裡有着問題但是還沒有顯露出來的這些大學生們，還有年輕人們。其實，在他們的背後啊，希望是有人能拉他們一把，能夠有一些疏導的方式，在大學大一的教育裡面就要補足這塊短板，並建立起一套系統來幫助他們。我相信啊，這會改變很多人的命運。好，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下期再見。